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江南春疑云，以及围绕着这幅画啊，它前世今生，以及最近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啊。事情的起因啊，是今年5月份，嘉德春拍在北京搞预展。预展的过程中，他推出了一幅画，叫做《江南春》。这幅画的作者呢，是明代的画家仇英。仇英大家都知道，明代的4大家呀，水平非常高啊，而且现在流传下来的真迹也不多，一共就是50多幅。所以你想想，嘉德春拍推出了《江南春》这幅画，立刻就引起轰动啊。当时啊，你就讲了，拍卖的起价估价呢是8800万，8800万估价，那一拍稍微往上拍一下，不就1个亿了吗？所以啊，这幅画本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而且嘉德春拍把今年的这春拍的主题就定义为仇英的这幅《江南春》，可见嘉德春拍对这幅画的重视啊。但这新闻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庞书令。庞书令看到这新闻之后啊，立刻就急了，他就马上举报到了国家文物局，说这幅画不能拍。国家文物局马上就调查了，就要求嘉德春拍紧急撤拍。那这庞书令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举报呢？这话说来有点长啊，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庞书令的曾祖父啊叫庞来臣，这庞来臣呢在书画界、在收藏界大大的有名啊。他是浙江的南浔人，南浔古镇大家都知道啊。在明清之后啊，这个地方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有很多大资本家。这庞来臣的父亲呢，当年就靠做丝绸起家，成为了南浔4家之一。丝绸做起来之后呢，认识了当时啊非常著名的徽商胡雪岩，2个人联手啊，到海外倒卖军火，在中国赚了大钱。据说他的资产大概是600万200亿啊，在南浔4家中间排行第3。到了庞来臣这一代呢，这庞来臣也不得了啊，他呢在他继承他父亲的那些原有的基础之上，又搞了很多其他实业，赚了很多钱。这庞来臣除了会赚钱以外呢，他呢还是一个书画爱好者，自己呢喜欢画画。喜欢画画的同时呢，他也喜欢收藏画。那你想想，他生活那个年代正是清末民初乱世啊，乱世的过程中间是吧？收藏嘛，就有很多机会。你想想，当年那溥仪把清宫的那些旧藏都给他的弟弟溥杰，然后就大量的国宝都散落到社会上去了。那五马图前一段时期在日本展出的五马图，当年就是溥仪给他弟弟弄出去的，结果呢后来就辗转流到了日本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收藏家就能收藏到很多东西啊。当时据说北方啊收藏大家张伯驹，这南方呢就是庞来臣。这庞来臣一方面自己家里头富甲天下有钱呢，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本身是绘画的，又有眼光，所以啊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在这个书画收藏界就已经大大的有名了啊。1915年呢，在美国费城不是搞那个万国博览会嘛，也就是现在世博会啊。这庞来臣呢，就是说一共收藏了81幅画，到那个地方去做展览。这81幅画中间啊，其中78幅都是他自己收藏的啊，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觉得这是庞来臣呢是中国收藏书画的第一人。西方很多大的博物馆呢，都把这个中国书画过程中间有没有庞来臣他那个虚摘的这个标签，当做是中国书画啊鉴定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也就是说，你庞来臣盖章了，认可了，这就是真的。还有就是属于水平非常高的，因为庞来臣收藏的东西啊，他要收藏绝品，收藏珍品，所以他收藏里头有许许多多中国书画界的珍品啊。1949年3月的时候啊，庞来臣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他的藏品一共分成了4份，一个是他的继室夫人，还有呢他的一个继子，还有他2位孙子，这一共是分成了4份啊。一转眼这不就解放了吗？解放以后，那就是变成了新社会嘛，这翻身农奴都起来了。那你庞来臣这种家庭，那肯定好不了了啊。1952年，上海博物馆就找到了庞来臣的后人。庞来臣的后人呢，基本上住在上海、苏州这2个地方。他的继室夫人是住在南京啊，就找他们要买画。就是上海博物馆相对还比较文明啊，先是用7万块钱买了一批，又用16万块钱买了一批，一共600多幅画。就进入到了上海市的博物馆啊。这时候呢，北京啊，那当时文化部的部长不叫郑振铎吗？郑振铎也知道庞来臣的大名啊，就说他们家里头有很多画，我们都想要，非收不可。其中就包括这个江南春。然后呢，就一定要把这些画收到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去。
当时南京博物院听到这个消息也有点急呀。这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呢，是国民党的那时候中央博物院，那也是国家级的博物馆啊，非常有名啊。建国以后，虽然国民党带走了很多宝贝，那家大业大，那也是曾经的国家级博物馆呢。他们也着急，于是就找到了庞来臣的后来的继室夫人，叫贺云彤，就跟他做工作，说呢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建国初年就把很多的文物都带到台湾去了。你看我们现在南京博物院也没什么宝贝了，你们庞来臣庞家也有很多宝贝，我们知道，希望你们能够鼎力相助。那这个贺云彤孤儿寡母的这些人，是不是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那怎么着呢？又召集来了庞来臣的孙子，这庞增田呐、庞增祥啊这些人呢，几个人一商量，那没办法了，那于是给这个南京博物院呢，一共捐献了137幅画，这是1959年。这137幅画里头呢，就包括仇英的这幅《江南春》，当然也包括其他很多珍品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这137幅画捐献完的时候是完全捐献的，1分钱没要啊。后来呢，南京博物院呢又花了10几万块钱从他们家里头买了11幅画，没全都抢啊，人家还买了呢，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又在1963年的时候，又从他们家里头借了2幅画去借展，大概加起来一共是150幅画。那你想想，那这150画不就交给了南京博物院吗？是吧？这庞家就这样了，是吧？这庞家后来的经历是蛮惨的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1963年，当时南京博物院一个叫这个徐秋云的人到他们家借画吗？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说借展3个月之后还，结果呢3个月之后就没信儿了，没信儿呢。当时呢，1964年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呢，也是那个曾国藩的后代，就自杀身亡。结果他们家就觉得不好意思要啊，一转眼就到文革了。我估计当时他们也不太敢要啊。文革中间，这庞家就非常惨了。庞家这些人都赶到了苏州的乡下去务农去了，家里头原先还存的那些画，就全部被红卫兵全给抓走了，全给抢走了。等到改革开放之后呢，就庞增田从这个农村回到这个苏州，要返还的时候，发现这东西已经丢失的差不多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这庞增田就想起来了，当时1963年的时候，南京博物院那不是从他们家里头借走了2幅画吗？他就找南京博物院要，南京博物院就不理他，就反正就是不给。这一要了很多年呢，这庞家就不干了。198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南京博物院给起诉了，要讨要这幅画。讨要的过程中间，南京博物院话说的非常难听，说他们家好像讹诈南京博物院啊。这个事情有点麻烦在哪儿呢？就当年这徐秋云呢，从他们家借画的时候，那个借条，那庞家呢也没有保存好。那你想想怎么保存好？红卫兵来的时候，把所有的画珍品都搞走了，你何况一个借条呢？他也拿不出证据。最后法院裁决说，南京博物院算是当时征集了，但是呢没给钱，于是一共给他们家补偿了54000块钱，这事就不了了之了。1995年的时候，庞增田呢就去世了。那事情呢到了2014年呢又出事了，什么事儿呢？因为南京博物院呢当时就搞了一个这庞来臣的书画在南京博物院的展，这展览跟3联生活周刊还做了一个增刊，这增刊中间不是介绍庞来臣的这些书画展吗？这中间有一句话刺激到庞家了，所以说庞家的后人呢，最后沦为卖画为生。那意思就是你家道中落了，破败了。你看庞增田当年那是人富甲天下，买了很多画，现在到了你的子孙呢，完全是破落子弟之后就卖画为生吗？人家庞增田的女儿叫庞淑令，她就不干了。那这不是侵犯人名誉权吗？感情我当年把137幅画都捐献给你，1分钱没要，现如今你现在还嘲笑我们，说我们卖画为生，就把这个南京博物院给起诉了。起诉的过程中，南京博物院人出示了一份证据，南京博物院说话也是有道理的啊。说2010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新闻报道说，这个有一个私人收藏的博物馆叫一兰斋，这一兰斋就说了，他们从庞家后人收到了一幅画，这幅画呢叫做《江南春》。你看人家说了嘛，从你家里头买的画叫《江南春》嘛。这庞淑令一看这句话的时候就有点傻呀。你想想，《江南春》当年我们不是捐献给你南京博物院了吗？怎么又说从我们庞家里头卖给了这个一兰斋了呢？不可能啊！庞家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份《江南春》呢？这庞家就起疑了，那是不是这个当年他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江南春》不见了呢？于是他们就找南京博物院，就要求查看
当年1959年捐给南京博物院的这137份书画。南京博物院又不理他们了，是吧？就去没人理他们，到了办公室人家都不理他们，晾在那儿，对不对？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呢，在2024年的时候啊，这庞书令就把这个南京博物院给起诉了，就要求查清楚当年137件捐献文物到底都去哪儿了，他们想看，要查验。那南京博物院啊，在法庭上就说你们不是捐献人，你这庞书令捐的是你爸，那这庞增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后来人法院认定人家庞家还是有权看的，就责令在2025年6月30号之前，南京博物院必须要让庞书令查看这137件文物的原件。结果这6月30号没到呢，就今年5月份的时候，突然这江南春的画卷就在这个嘉德春拍开始拍卖了。你想想，踏破铁骑无觅处啊，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庞书令一看，这江南春被弄到嘉德春拍去拍卖了，再一看，他认为就是他爸当年捐献给南京博物院的。因为这个江南春啊，那幅画啊，上面一共有12枚他曾祖父庞来臣的印章，这个你是做不了假的。而且嘉德春拍里头也讲了，这幅画流传有序啊，就是从庞来臣他们家庞氏家族里头搞来的呀。所以他一看，那他不就急了吗？我当年捐给你南京博物院的画，现在跑到嘉德春拍去拍卖了。我们当年捐给你博物馆什么意思啊？那卖的话我们还不去卖了呢？我们捐给你国家博物馆是认为你可以永久保存，你永久保存了，那成为国家的资产了，变成公共资产了，我们可以接受。6月30号这一天，这庞书令呢，后来就到南京博物院去看了，看的过程中间，的确137件藏品中间有5件不见了，没了。后来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啊，就给他解释了，说这5件就包括江南春都被认为是假的，调剂划拨处理了。这是给庞书令的一个解释啊。那庞书令看到这个解释就懵了，那我太爷爷当年是吧花钱花重金买的东西，那怎么可能是假的？再说是假的，你给我们就行了，你为什么自己就给处理了？而且怎么处理的你还不告诉我们？现在就算是假的，那为什么在嘉德春拍一下卖了8800万呢？你解释啊！这个信息传出来之后，公众就炸了。你想一想，公众的这个反应跟庞书令是一样的。如果这画是假的，那为什么嘉德春拍能卖8800万呢？如果是真的，怎么从南京博物院里头流传出去的呢？所以大量的人现在就开始怀疑，说南京博物院呢，没准是监守自盗啊。你想啊，先把这画弄成假的，弄完假的之后流传到市场上，你悄咪兮兮的隐藏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然后拿出来拍卖8800万，1个亿啊！所以这个事情你想想，就闹大了。南京博物院现在呢也有点着急啊，他就说，那我们现在正在内部调查，如果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之后，如果有违规的，我们要处理。国家文物局现在也出来说了啊，马上成立一个调查组，对这件事情进行彻查，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就整个事情啊，大概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现在你看，国内现在各个网站、各个平台，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围绕着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几大争议啊。首先，第一大争议就是江南春这幅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你想想南京博物院这件事情，那你肯定是触犯刑法了，对不对？你想真的这么一个画，你给弄成假的，你给卖出去，那就国有资产流失，对不对？如果是假的，那大家又有疑问了，那假的为什么会卖8800万呢？所以首先，这个关于江南春这幅画，它到底是真是假，这就非常重要了啊。那围绕着是真是假啊，那双方现在有不同的证据，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认为江南春这幅画是真的啊，这个呢有哪些证据呢？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一共有7米长，它呢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卷首这部分呢，是明代有一个书法家，这个人呢叫陈留，他写了4个字，叫江南佳丽，这4个字啊。第二部分呢是仇英的画，仇英的山水画非常有名啊。第3部分呢就是当时明代的一些文人墨客写的一些词啊，写的一些书法作品呢。当然中间包括大名鼎鼎的文征明啊，也包括沈周啊。那么这幅画最早的所有人呢，据说是明代有一个人叫袁永之。这袁永之啊，他先得到了沈周的一幅叫《江南春词赋》。这《江南春词赋》啊，他拿到了这样的一幅这个书法作品之后啊，
他找到了仇英，让仇英根据这部《江南春词》，然后呢，他画了一幅画，就是这个《江南春》。然后呢，他又找到了很多当年明代江南的那些书法家呀、画家呀，在这里开始题词。据说这幅画呢，一共花了10几年的时间才陆陆续续完成。那么围绕着这幅画啊，你说它是真的，有哪些证据呢？首先，庞来臣在这幅画上一共盖了12个章，这幅画上一共有60个章啊。这60个章左右呢，分为2类，一类呢是收藏章，这收藏章啊，应该说是传承有序。在我们这个书画界啊，传承有序非常重要，就是谁收藏了，他收藏完之后转移到下一个收藏家的时候，我会盖一个收藏章。那你这个收藏家非常有名气啊，你盖了这个收藏章，一般来说你认可这个作品是真的，你才会盖嘛。如果你认为假的，你不会盖嘛。所以这个60个章里头啊，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说是流传有序的。包括庞来臣一共盖了12个章。庞来臣应该说是非常喜欢这幅画，所以他盖了12个自己的收藏章。那么这60个收藏章里头，应该说是流传有序，是非常清晰的啊。那么还有这个画作本身的章，画是仇英的画啊，仇英的画本身他也盖仇英的章啊。我看有人分析啊，仇英在这幅《江南春》上盖的这个章，2个章啊，跟他有一幅画啊，叫做这个《仙山楼阁》，这幅画里头的2个章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应该说确定是基本是真的，是吧？这是呢关于他的章。另外一个方面呢，有人就讲了，那你既然是假的，你怎么可能卖8800万呢？还有了，当年1952年、53年，国家这个文化部的部长郑振铎，当时不是看中庞来臣他们家里的作品吗？其中不是有20几件，他说非要不可的吗？其中就讲到了这个《江南春》，认为这《江南春》是仇英的第一画作。那你看，那当年郑振铎那是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的部长，那能看走眼吗？所以你看，种种迹象表明这幅画就是真的。当然，庞书令也认为这就是真的。他说他太爷爷怎么可能看走眼呢？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新华社也介入了，人民日报也介入了。南京博物院最近呢也抛出了一些证据啊。他说这幅画历史上一共3次被鉴定为假，其中第一次是1961年的11月份。1961年11月份呢，这里有个背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文化部组织了一个这个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地去鉴定书画。因为那个时候要摸清家底儿，就国内的这个大博物馆里头究竟这个书画里头到底有哪些书画作品呢？属于级别比较高的，是国宝级的，哪些可能是比较差的，甚至是赝品。一共组织了4个专家，我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第一个人叫张衡，张衡是当时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的副处长。这个人你别看是文物处的副处长，但他是个古画的鉴定专家，在这个书画界非常有名啊。这个人是个大家啊。第二个人叫韩慎先，韩慎先是天津博物馆的副馆长，也算是这里头业界的一个大家。第三个呢叫谢志柳，谢志柳是上海的一个画家啊，这个人活的时间比较长，活到上个世纪90年代啊。第4个人叫刘九案，这刘九案呢是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家，一共4个人组织了这么一个书画鉴定组，到全国博物馆去巡礼啊。还没出去之前，这韩慎先先生就得了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了。所以出发的是3个人，这3个人先去了广州，然后去了东北，然后呢又去了这个南京。这3个人后来陆陆续续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呢经他们手中间过的画有几万幅。他们在1961年的11月份来到了南京博物院。到了南京博物院，那肯定要看庞来臣捐献的这137幅画啊。这137幅画经过这3个大家的过手，其中张衡也是这个鉴定组的组长，他呢就写下了他的鉴定意见。他的鉴定意见说是假的、伪的。他这里讲了，他说这幅画中间的题头，也就是陆游写的呢“江南佳丽”4个字是真的，挖的，这4个字是真的，其他的题款全是假的，根本跟那个时代不相符，文征明的字都是假的。所以他说这幅画本身是假的，但是作伪做得太好了，庞来臣当年把它当作真画收藏了。这是1961年的11月份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当年这个鉴定组的水平是很高的啊。
所以他们当年不太可能有意说江南春是假的。这是第一次鉴定。第二次鉴定呢是1964年，1964年南京博物院呢又搞了3个人对这幅画进行鉴定，一个叫王敦化，一个叫徐云秋，还有一个叫谭申农，这3个人。这3个人鉴定之后呢，也说这幅画是假的，就江南春这幅画是假的。这是1964年又鉴定了一次。第3次就是1986年，当时国家通过了一个博物馆的广藏文物的管理办法。这广藏文物管理办法里就提到，你广藏文物，你收的这个广藏文物里头啊，肯定是有真有假嘛。如果真的，你当然要好好保管了。那假的怎么办呢？假的里就规定要妥善处理。就根据这样一个规定啊，在1986年到1990年呢，南京博物院对这5幅画又做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当然肯定还是假的了啊，就准备妥善处理了啊。怎么妥善处理的呢？那当然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啊。在1997年，他们就把它弄到一个文物商店给卖了啊。所以南京博物院说了，你看我们3次鉴定都是假的。那关于这3次鉴定都是假的呢，那庞树令啊当时就提出了一些质疑意见。他提出了什么质疑意见呢？说首先，1961年的鉴定，也包括1964年的鉴定，他都没有见到原始档案，也没有见到这些专家依据什么判断这个江南春是假的。尤其是1964年这次鉴定，他认为有问题。这里头呢，3位专家，其中有2位都是南京博物院自己的人，那你就有利益冲突嘛，对不对？第二，这中间的2位人呢，也不是书画鉴定家，其中那个徐云秋本身呢，就是一个文物征集员，当年1963年跑到庞家就要去借那2幅画的人，就是这个人。那你想想，你有水平吗？他说水平不高啊，是不是？这是这质疑的第2点。第3点。就是1986年到1990年，你不是搞了第3次鉴定吗？鉴定结果还是说不易收藏吗？但是这第3次鉴定没见到你鉴定的成员是谁，也没有见到鉴定结论，也没有鉴定报告。这是庞树令给这个南京博物院所提供的这么一个质疑啊。那围绕着江南春这个画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看啊，很多大家都发表意见，那也有专家出来说了，我看那马未都就讲了。那第2个问题呢，就是真伪。真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书画真伪。我们简单的说，我们今天啊，就是故宫博物院很多国宝级的书画都有人说是伪的，这个太正常不过。为什么书画包括文物鉴定没有终极判断呢？这个西方有个理论啊，就说文物鉴定没有上帝之眼。所以其实这东西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就算张衡当年是文物鉴定大家，他鉴定的结论也不能保证100%一定是真的，或者说他100%他鉴定结果一定是正确的。这是第1点啊。第2点，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算这幅画是假的，它是不是就不适合去放到馆藏文物里头呢？这个我觉得啊，其实也值得探讨。你比如说，人家张衡已经讲了，他说这幅画的题头陆柳写的江南佳丽4个字，那是真的。那既然江南佳丽4个字是真的，那也是明代的字啊。那明代的字，那其实也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呢，对不对？那你馆藏就直接给处理了，这是不是合适呢？这里头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啊。说到假画，当年这里头有一句术语叫苏州片。苏州片就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在苏州那个地方具有造假一条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市场。那个时候，那宋代的画、唐画就已经很少了啊。然后这苏州这个地方很多画师、画匠就专门模仿古画。其实仇英早年也是这个苏州片中间的画匠，后来被其他的画家发现了之后，他成长起来了。所以苏州片里头很多画匠其实水平是不低的。你去看清宫旧藏里面，有很多苏州片的作品也纳入到清宫的那个收藏里头去了，把乾隆老爷都给骗了啊。另外一个方面，苏州片到现在也已经好几百年了。当年的那些画匠的画呀，现在也是古画，其实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而且博物馆收藏画不一定非得以真品为标准，有的时候这伪作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台北故宫博物院，他曾经搞过黄公望的画展，他其中搞的画的时候，他还把黄公望当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0几幅假画伪作，同时展览出来了。你看，这是真品，这边是伪作。那你看，对于这个博物馆来讲，
伪画有的时候具有研究价值。所以啊，也并不是说这画只要是假的，你这博物馆本身就不能这个收藏了，就必须把它扔掉、处理掉，对吧？这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南京博物院结果呢，实际上认为这5幅画是假的之后，就给处理掉了，妥善处理掉了。但是他们妥善处理的方式啊，这庞树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巨大争议的啊，这幅画后来又怎么跑到嘉德去拍卖去了呢？这事情是这样的啊，在嘉德拍卖之前，这幅画属于易兰斋。这易兰斋呢，是一个叫陆挺的人，跟他的夫人叫丁味珍，这2个人在1996年注册的。这丁味珍好像也是搞古画收藏的啊。他在2006年，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里就讲到了，说江南春这幅画是他们从庞家后人收购来的，但这肯定是假的，人家庞家肯定没把这幅画卖给这个陆挺嘛。而且呢，2010年的报道里头还讲到了，说这幅画呢是他们从庞家一个女儿手里头收来的，那就更假了，因为庞来臣本身没有女儿嘛，他就一个儿子，中年早夭，然后呢有2个孙子，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嘛，所以这个信息本身不可信。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我看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头有一个人就讲到了，说啊，陆挺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从一个人手里买的。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当年说个40岁左右的一个微胖的中年人啊，可能跟我这样啊，说拿了这幅画到他们公司去了，砍价砍到19万，然后呢大家都不敢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过2天，陆挺就说了，他给买下来了，17万买下来了。说是1990年代的中后期，说是这么买来的啊。这是来自于这个易兰斋这方面的说法。那么这个事情出去闹大了，那南京博物院也抛出来一些证据啊。这个证据是什么呢？那当时1986年到1990年，它不是第3次鉴定有问题吗？说不易收藏吗？在1997年4月15号，他们向江苏省文物局打报告，说啊，他们馆藏文物中间一共有1259件，都属于赝品，不易收藏。那这些怎么办呢？就准备把它划拨到他们那个南京博物院下属有一个叫文物商店，准备搞到那儿去。4月21号，江苏省的文物局就批准了，没问题，这都是赝品，拿走吧。后来呢，在1997年的6月19号，这1259件赝品呢，就全部运到了这个南京博物院下属的文物商店，就准备出售，包括这个江南春这幅画卷啊，当时签字人是徐湖平。结果这幅画呢，到了这个文物商店啊，一时还卖不出去啊，一直到2001年的4月16号，结果这个时候文物商店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那一天一共买了4件东西，其中包括江南春，也包括这个康有为的一个写的字儿，一共是花了17420块钱。其中江南春这幅画呢，是花了6800块钱买走了，而且呢，标题写的是顾客2字，发票都拿出来了啊。他说你看，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去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仿品嘛，对不对？那关于卖的这个过程啊，现在就有很多疑点了啊。首先有人说，这文物商店的头啊就是徐湖平，你南京博物院的头也是徐湖平，对不对？你从那儿搞到这儿，你给卖了，那你这个东西，你要是搞成假的，那谁说得清楚呢？对不对？这现在庞树令就质疑啊，你这个徐湖平当年还是常务副院长，你根本没有资格画拨，只有院长才有资格画拨，你程序本身就违法了。徐湖平呢，赶紧出来解释，他说我都82岁了。不是猎人，不便触犯到处，而且我们也不了解情况，也不是我这个职位，我也不是出发前一下，我今年80多岁了，在家里边，8年退休以后，所有的外界的事情我都不参与了，这我已经决定随你工作中了。但是南京博物院，你现在提出这个证据里头，签字的人都是徐湖平啊，徐湖平你还说你不认识，你没经手，那你说徐湖平签字是哪来的，对吧？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当时的博物馆的管理条例啊，里面就规定了，馆藏品本身是不能出售的，也不能送礼。但是从现在的程序看呢，南京博物院啊程序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它是首先经过3次鉴定，把江南春鉴定为假的了，赝品了，不易收藏了，退出收藏品了。于是呢，不是收藏品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又不能当垃圾直接扔掉。那于是乎呢，我们把它拿到文物商店里的废物利用，仿画嘛，仿画之后我们把它卖了，回收的钱好，我们的这博物馆里还能搞博物馆的建设，对不对？领导还可以吃几顿，
那这个也没问题嘛。所以说它等于搞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空白地带，就关于博物馆里头退出的这些赝品，你说妥善处理，什么叫妥善处理啊？妥善处理有没有一个标准？那是南京博物院就妥善的把它给卖出去了吧，对吧？这是南京博物院从程序上来讲，虽然说它不违规，但是给人感觉疑点重重。第三点，这张发票马未都就说了不太正常。他今天找出证据来说，当年就退出来了。什么时候退出来的呢？2001年，现在有发票。那个发票啊，这张画卖了多少钱呢？是由南京这个文物商店卖出来的，卖了6800块。仇英的这张东西啊，咱们这么说，这张就是假画，也不是这个钱。2001年已经是拍卖风起云涌的时刻了。那么那张发票上啊，它有一个购买栏，那个购买栏写俩字儿叫顾客。因为我在这个文物商店里买过很多文物，文物商店的最早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除非这个人姓顾名客，他就叫顾客，那可以。肯定不是，对不对？这个人肯定是不愿意写自己的真名啊。那这个里头啊就蹊跷了，这个人为什么不愿意写真名呢？是不是这个人怕自己写真名呢？是不是徐湖平呢？是不是徐湖平的亲戚呢？是不是陆挺呢？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了，要等有关部门去调查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时间点现在也对不上了，因为这个易兰斋说的，他是上个世纪90年代就搞到了这个江南春这幅画，但是现在南京博物院出示的这个证据链里面啊，是2001年4月份卖掉的这幅画。那当时还没卖掉这幅画的时候，这易兰斋怎么就搞到了呢？当然也有，这中间到底是谁撒谎，我们也不清楚啊，这也需要有关部门去调查啊。但是围绕着这幅画卖出去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杨仁凯，杨仁凯1986年到南京博物院啊去看画，也看了这个虚斋这137幅画，在他写的这个笔记中间就没有提到这5幅画，所以有人就怀疑啊，说在1986年的时候，这5幅画已经不在南京博物院了。当然，我觉得这个质疑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它可能不在馆藏文物的库房里头了，它可能放到另外的库房里头去了啊，因为属于赝品嘛。另外一个信息，这个杨仁凯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被这个易兰斋的主人陆挺嘛请去了，参观这个易兰斋的这个画啊，就看了这幅江南春，还留下了一幅照片。这个时候，这个杨仁凯对江南春这幅画据说评价很高，没说是假的，当然也没明确说是真的，就说评价很高。那你想想，这也非常可疑啊。所以你看，围绕着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卖出去的，也是疑点重重啊。所以现在围绕着江南春这幅画的2大争议点啊，现在媒体都在竞相报道。真要搞得水落石出啊，可能要等这个调查组最终给大家一个调查结论啊。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看法呢，我明天再接着讲。但是我今天我还接着讲点什么呢？这徐湖平啊和南京博物院我还真就打过交道，我见过这个徐湖平。当年是怎么回事呢？我1998年年底进入到中央电视台啊，很快我们就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就讲述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故事。搞这个文物收藏的你都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告急啊，日军要进攻北平，故宫博物院里全是宝贝啊，那怎么办？怕这些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啊，所以故宫博物院就精选了几千箱文物，最珍贵的石鼓文，还包括一些书画瓷器，就把这些文物去运到了南京保存。刚运到南京没多久，淞沪会战又打起来了，南京也不安全了，于是又从南京启程，就往大后方去疏散，一共分为3路，有四川的乐山呐，还有贵州的贵阳啊等等啊这些地方。抗战结束之后，这批文物先都回到了这个南京博物院，有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准备择机运回到故宫博物院。结果这个时候内战又打起来了啊，打的时候这文物也没法运到北京了，就放到了南京博物院。后来在1949年，蒋介石不是准备跑到台湾去吗？就在南京博物院中间挑选了几千箱珍贵的文物，就带到了台湾，带到了台北。这就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前身。那么剩下还有几千箱文物就在南京博物院。这个故事啊，当时我进入到中央电视台之后，我就跟我们的组里讲，我说这个故事非常好，建议拍成纪录片。后来我们就开始拍这部纪录片。
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一个是寻访当年大后方那些文物南迁的故事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跟2个部门打交道，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当然还有一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院长叫秦孝仪，我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们说我们想去拍，后来拒绝了，没让我们去拍。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很配合啊，对吧？因为这批文物啊，自从在1937年运走之后啊，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宫啊，一部分跑到台湾去了，另外一部分就在南京博物院。建国之后，故宫博物院向南京博物院要这批文物，南京博物院就不给，几十年来也一个没要回去。所以故宫博物院当然是希望南京博物院还给他们，非常支持我们拍这个片子。但是我们跟南京博物院联系的时候，南京博物院就不配合，不愿意让我们拍啊。后来我们跟国家文物局讲，国家文物局行文给南京博物院，必须让中央电视台拍。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南京博物院，见到了徐沪平院长。当时我见到这徐沪平院长很强势啊，我印象非常清晰。那因为国家文物局要求必须拍啊，最后把那个南京博物院朝天门库房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箱一箱的文物，全都是1937年南迁文物的原始的箱子，就放在那儿。他说建国之后只做过一次清点，咵把那箱子撬开，里头的乾隆的碗啊什么之类，我们都拍到了。所以你看这个徐沪平院长，我当年还真就给他打过交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那么关于江南春这件事情的后续的看法，我明天接着来讲。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才能退出市场。他今天找出证据来说，当年就退出来了。什么时候退出来的呢？2001年，现在有发票。那个发票啊，这张画卖了多少钱呢？是由南京这个文物商店卖出来的，卖了6800块。仇英的这张东西啊，咱们这么说，这张就是假画，也不是这个钱。2001年已经是拍卖风起云涌的时刻了。那么那张发票上啊，它有一个购买栏，那个购买栏写俩字儿叫顾客。因为我在这个文物商店里买过很多文物，文物商店的最早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除非这个人姓顾名客，他就叫顾客，那可以。如果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你写上顾客，那从一开始这个事儿就有嫌疑啊。我们今天不是破案，我们也破不了案，只有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才能去把这个事儿查清楚。那你南京博物院把这样一个东西退出你的收藏系列，然后让它流入市场，我觉得有2问。第一问啊，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庞来臣的捐赠，而是你南博的收藏，你可以这么做到吗？这是第一问。第2问就是说，所有的捐赠者理应得到尊重，这个尊重就包括你认可他的捐赠，他的捐赠已经给你了，即便你认为他这个东西不真，但我们依然是研究品，因为博物馆不是。